我们现在在台湾，我们马上就要登上明日号，这是台湾最奢华的火车。我们终于坐上台湾最难订的观光火车了，而且一次打卡2列，明日号与福森号。为了拿下这个体验，我们这次破例加入了台湾本地的旅行团。接下来等待我们的不仅是全程的5星级住宿和顶级美食，还是一次打破常规的未知旅程。作为大陆游客，走进连台湾本地人都抢不到的铁道游，到底是什么感受？第一次和这么多台湾团友一路同行，会不会尴尬冷场？习惯了自己做攻略的我们，这趟高端跟团游究竟能不能值回票价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带你开箱这场绝美的台湾山海铁道之旅。这次旅程的起点是在台北的南港站，一早我们先到专属柜台报到，托运行李，领取胸牌，还收到了旅行社特别准备的白沙屯妈祖绕境的纪念火车票。放下行李以后，一身轻松的我们来到了明日号的专属休息室，品尝冷饮，稍作休整。接下来就要准备正式登车了。感觉这是一次奇妙的体验，因为这是我们2个人第一次跟台湾的旅游团出去。对。如果想一次体验明日号和福森号这2列顶级观光列车，加入雄狮的专属旅行团是唯一的官方途径。为了这次体验，我们决定彻底当一次甩手掌柜，把计划完全交给台湾本地的旅行团。等待我们的究竟是防不胜防的套路，还是极致的享受呢？我们也非常的期待。在花莲，我们看到这个车以后，这回终于圆梦了。这一次的行程呢，我们有3天，然后我们要乘坐除了明日号，还有一个叫福森号。这2列火车真的是台湾最难订到，而且最奢华的火车了。对，然后这个体验怎么样？我们上去看一看。看看吧，那我们就上车了。走。好。这个车感觉还是有点像日本那种火车，挺豪华。是。然后是木质的，然后你看这个窗帘什么的都是感觉很新。那稍后您拿到的导览耳机呢？它是在您的前方隔壁站。随着列车缓缓驶出南港车站，我们为期3天的铁道之旅正式启程了。我们乘坐的这列明日号，前身是由承载了几代台湾人记忆的莒光号车身改造而来的。黑橘色的车身特别显眼，总能看到月台上的人们拿起手机对着它拍照。它绝对是整条铁道线上最吸睛的存在。我们这是台湾的回顾之旅。其实我们是穿过了台北，然后往台南走嘛。对，而且我们这个线路其实是在西边的山线走。要有咱们观众的话，哎，大白小雨，一晃而过啊。不会这也能认出来吧？有可能。我们俩现在是坐的单人单座的，我感觉座椅特别的好，特别的宽敞，而且非常的软，它都是那种蓝色布面的那种。虽然它是和之前我们坐过的这个台铁的这个质感是一样的，但是它的座椅会显得更大、更宽、更软，更像商务座的感觉。它的前面还有脚踏，然后桌板也是那种就是很大的这种桌板，后面它还给了一个超大超软的抱枕，就可以做腰靠。然后一会儿呢，吃完饭之后，我还可以把座椅给它转过去，就可以和大白面对面了。所以说这样2个人坐的话，我觉得单人座椅还是挺好的。然后目前呢，我还没有看到外面的景色，现在外面还是黑黑的。那这个呢是属于公共的。台湾观众说，这2天就是下雨，而且昨天晚上我听到惊雷啊，巨大的声音。对，清明时节雨纷纷嘛。是。我们现在要吃早餐了，上面有一个这个早餐的简介，它品牌我看叫Gana，这个品牌呢主打这种均衡饮食，非加工食物，不使用人工化学的调味儿，也就是说非常的健康和自然。收垃圾了。我们吃完早饭呢，就跟乘务员要了2杯咖啡，美式的或者是手冲咖啡，都是台湾的就生产的咖啡。美式就会尝起来还有一股那种坚果味儿，手冲咖啡呢就会带一点酸味儿。吃完饭他还会给你送来一杯红茶，红茶也是台湾茶。这些饮品呢都是你随时跟他要，然后他就给你送到这个座位上，所以你就会经常会看到这个就是他们的服务人员，你就招手，然后跟他要就可以了。几个月前那趟火车环岛，至今历历在目。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车站，很多都曾留下过我们的足迹。而今天我们坐在明日号的车厢里，换了一种节奏与心境，重新看着这些走过的地方，感觉真的很奇妙。现在我外面正在经过桃园站，明日之旅是一次我们2个人的台湾铁道回忆之旅啊！看到这些以前坐过车的车站，
就是感觉重新再看一次的感觉更不一样。觉得这火车晃吗？有点晃，是吧？对，就是如果你坐在座位上不会有太大感觉，但是如果你走起来，对，可能就会觉得有一点尤其是过那个连接点的时候要小心。这是第1车厢。1车厢，我们在2车厢。这边是充电器，需要自己带插销。这边是小小的储物空间，然后你要有大的行李也可以放在这里。其实我们行李都被托运了。对对对。然后你看像它这种婴儿车，对，就是会在车上可能用的东西，是的，它就可以放在这里。对。这边是餐车。是明日号的餐车，这边有水果，还有一些软饮哈，饮料，都可以是免费对，咖啡啊，对。可以喝喝看，这是我们台湾特有的哦，金针花的饮品气泡饮，菊花枸杞金银露，真心盟友气泡饮，这名字起的好可爱。我感觉它这个上面主打一个就是比较，就是哪怕是饮料也比较健康，不是那种很甜的可乐什么的，是吧？对，都是自然的东西。那咱们尝一下。新鲜银耳、黄冰糖、枸杞、菊花、金盏花，是。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属于那种喝了就是能让你什么润胃啊、清火呀。那很适合你，你老咳嗽，对吧？整个一剥开就是里边是真有啊，真有啊，银耳，能让你看到里面的银耳。一点都不甜，浓浓稠稠的，然后没有什么甜味儿，一点点。啊，这是新竹站哎。经过新竹，这是我们去过的站。这个叫金针花气泡饮，它里面是有碳酸水、金针柠檬糖。其实它喝起来像那种柠檬气泡水柠檬气泡水。对，但是你刚还没喝的时候，你就能闻到那个就是金针花的那个味道。咱们那边可能叫金银花了，应该是一种花，泡水喝，然后能就是去火的那种。要离开新竹了，离开新竹，我们应该就是往山线走。在明日号上还可以一些水果，它也可以帮你切开，也可以去那个观景的那个车厢，可以吃水果。香山站啊，对，那不是那儿吗？香山，你看。回忆啊！对，我们竟然经过香山站了。我们在香山站门口拍张照片。是。现在在我身后是明日号的观景车吧？你看这个视角特别好，尤其这个角度，非常大的窗户，然后穿过树林的这个区域，在一种幽深的这种森林里穿梭的感觉，像酒吧一样，在这享受这个旅程。抽14人加14人。好的。这个房间。有这种连排的座椅，可以坐在这看风景。来演出了。为您是这个萨斯宫的首席哦。谢谢。代表我们的台湾。伴着车厢里悠扬的旋律，列车穿过了台湾西部干线最长的3义隧道。重见天日的瞬间，视野豁然开朗。壮观的火焰山崩谷出现在眼前。这片台湾经典的鄂地地形，主要是由松散的砾石和沙土堆积而成。表层的红土因为富含铁质，在阳光的照射下宛如燃烧的火焰，火焰山也因此得名。随着列车飞驰过大安溪，我们也正式告别了苗栗，进入台中。这都是列车上的零食是吗？对，这是一个小烧饼。是吗？你看。是葱饼。葱饼竟然做成小零食了。是有点海苔的感觉是吧？对，海苔味儿的。海苔味儿薯条。是。明日号上的这个饮料都是这种原果汁，不是那种浓缩压榨的。对。香蕉就，用这种小纸袋子，给我们拿过来了。也就是说，你想吃什么，想喝什么，对，橙子、苹果它会切，橙子它会切，对，谢谢。哇，这造型好奇特呀，这个。你说它整个色系全都是明日的这种橘黑。是。外面的雨很大，这边都在滴水。我们现在火车外面下着大雨，甚至有点担心。
明天的林业火车能不能坐，因为那个林业铁路比较脆弱，它是 Z 字形的，然后都在山里。说你像这么大的雨，它会不会有这种松动啊？这种说它就停了。如果要是停了啊，我们这趟就太遗憾了，就对呀。我们只能祈祷了。但是现在看着明天的雨还是100%。哇，你看这雨，往下流。刚才路过的那些水啊，基本上都看是那种黄色的，汹涌。对。然后我刚才打开地图上也有那种洪水警告。反正大家都在这一列火车上。应该是没事吧？今天的话，他们的海线全部都已经中断了。对，因为强降雨，所以它的路面有些路径已经被掏空，所以我们的海线是因为中断。所以你们刚刚在竹篮有没有发现我们有停下来？我们的山线呢也会有点连带的影响到，它变成是单向的双线通行，所以我们可能会以我们表定的行程会再晚30至40分钟的时间，这个要先跟各位来做一个说明的。OK 啦，我们下车了，到台南，第一次用这种方式来台南哈。对呀。谢谢。我们有伞了。那明日。那就跟着你了啊！遇水则发，一来台湾就会遇到雨水。比如说咱们俩还真是一来台湾就下雨。哦，是跟火车是一样的哈，很明显。我们现在已经上了明日号的大巴车，然后刚才领队说，这回的雨还真是有受灾。对。苗栗受灾比较严重。所以说我们这回的行程其实现在是走一步看一步吧。不过还好，刚才他们也准备伞了，没让我们特别狼狈。准备非常的完善。乘坐明日号，我们来到了府城台南。接下来的一整天，我们要暂时离开铁路线。说来也巧，之前来台南每次都是艳阳高照，没想到这次竟赶上了连绵细雨，连导游都感叹，在台南遇到下雨可是件稀罕事。看来我俩妥妥的是雨神体质。现在要去吃饭。在台南的绵绵细雨中，我们迎来了这次跟团游的第一顿正餐。我们来到了一家非常特别的餐厅——筑新居。它是米其林必比登推介的台菜餐厅，开在一栋建于1846年的清朝时期的老宅里，主打台南在地的新鲜食材。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感受台湾的办桌文化。这个是乌鱼子。谢谢您还给我们介绍，我还真没吃过呢。对，就我以为香肠呢，就是小小的鱼子的那种，然后它是干的，嚼起来黏黏的。3色蛋、皮蛋、咸蛋还有鸡蛋，比较道地的。道地啊，道地，我们说地道，对，地道。对，我们吃过台湾的盐酥鸡，但是葱油鸡，哎，这像那个阿成鹅肉，但是它是鸡肉。阿聪鹅肉啊？对，我吃过。好吃吗？好吃。但是我是在花莲吃的。哦，你在花莲吃？对，但是它是台北的店嘛。然后这个呢是鲍鱼。上面有辣酱。对。弹弹的。我也很少参加团，是游团，是，但是团餐给鲍鱼还是很少见的。是。哇，这肉看着真棒。东坡肉，就是东坡肉，东坡肉，这就是肘子肉。肘子肉，肥而不腻哈。对。因为以前台湾做卤肉饭嘛，行我们自己来，好，谢谢您，谢谢您。哎，谢谢。这不就是卤肉饭的那个腿库吗？又来了。这菜相当不错。鲈鱼。哇。鲈鱼。这一盘菜很厉害，它全都是鱼肚。全是鱼肚。所以你都能吃到这个，就是鱼带着皮，一边带着皮，一边是那种肥肥的这种感觉，嫩嫩的。当我们觉得菜已经上完的时候，然后又来了2盘。又来了2盘。是黄鳝是吧？然后鳝鱼啊，然后大虾啊。对。我牙都剔完了，又上菜了。鱿鱼螺肉蒜。但是它的鱿鱼在哪儿？是因为我没盛到鱿鱼吗？这是螺肉啊，这个是螺肉。你先尝一下。这螺肉还挺大的啊。这个是蒜，其实是咱们说的是蒜苗吧？还是？蒜苗啊，这是鱿鱼。那你给我吧。你尝尝。给我吧。甜甜的。对，甜甜的，然后是那种海鲜汤，就是海鲜汤的。看着它像药膳。
那里边还有鹌鹑蛋，鸟蛋，说的是一个东西吧？是一个东西吗？鹌鹑。鸟蛋叫鸟蛋，你看，好，那豆花好解暑啊，就是那种生的那个豆腐的味儿。甜甜的。我觉得这个店呢，甚至比上回咱们去池上那个还好喝，是吗？就感觉特清爽。大家都让我们俩多吃点，年轻人多吃一点没关系。我们的团餐吃饭的时候，都是有公筷，还有公勺，就是大家都特别文明。对。哇！谢谢。这太厉害了，这下雨。它不会因为我。是。庙里是吧？就会有像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叫鸡生，就是他是神明，像是神明的代言人这样子。对，他是说会有神明就是降到他的身上，然后来传达一些旨意。然后他们就会有这样鸡生，那拿着他手上拿的这个叫黑令旗。黑令旗。对，这个我们讲就是您是很像是就像一个警察一样，你要有这个警察证才可以来这样办案，要不然就是不合法的。这下着这么大的雨，这个活动就是雷打不动啊！对，雷打不动，照常进行。刚刚吃过午饭，对，冒着大雨，我们在这个台南非常古老的街上，然后刚才咱们吃饭那个地儿，150年的房子。哦，这么厉害，那是自己家的房子吗？对，他买的。对，这边。大家都在这等车。我们以前来台南都是艳阳高照，特别热。那我踩到你。在大雨中，我们来到了隐藏在台南街巷里的永乐町古茶楼。据说这是一座有着140多年历史的闽式老宅。我们在这里看了一场传统的打嘴鼓。打嘴在闽南语里是斗嘴的意思，听起来很像我们熟悉的相声或者脱口秀。讲的内容呢是一些民间传说、府城趣闻，或者是劝人向善的段子。我们虽然听不太懂里面说的什么，但也能从中感受到台南的市井文化。现在能专门看打嘴鼓的地方已经越来越少了。我们来的永乐町古茶楼是台南极少数还坚持把这种传统艺术与时茶文化结合的地方。等一下，你如果喜欢拍照的朋友，从这个地方拍下去也是非常非常漂亮哦。接着这过去4年呢，是我们这一栋老屋建成的时间。那么当时候呢，进来到这一栋老屋的时候呢，因为它没有止滑的功用。好，谢谢。发房卡。好，谢谢。好，谢谢。沐浴套装。欢迎你来到台南。谢谢。我们从这个大巴车上下来之后，然后直接就进酒店了。好，入住。哇，这酒店好棒啊！哇，这也太棒了吧！对啊，确实这个明日号的规格非常高啊。是啊，吃的也好，喝的也好，对，住的也好。住的也好。咱赶快回房间吧。好呀。哇，好大的房间。我们一进屋，行李就已经放在这里了。还有咖啡机。对，冰箱里面是给了饮料的啊，红茶。3瓶。对，浴室，非常的大，有一个大浴缸，卫生间是一个单独的，然后这边是淋浴间，就是你淋浴和泡都可以。对，这边是巨大的一个卧室，巨大的沙发。明日号送的沐浴露是 Diptyque 的。哎呀，3品蜜饯，宝岛迎宾开胃菜。怎么叫它？五花肉吗？就切开了，还挺嫩的啊。对，没有很费劲哎。我建议大家都尝试一下，亲自下刀，那种感觉非常爽。对，五花肉，跟故宫里的五花肉长得一样。是，你拿刀一拉，瞬间的一下，你刀就能下去，特别的软烂，像切蛋糕一样。这香肠做出了夜市的味道，好的，比夜市那个好。甜甜的，咸淡适中，这真是我最爱的香肠的味道。而且它的肉是一粒一粒的，里头很货真价实的肉。有骨头吗？哇，
哇，又是哇，它里面是鱼翅，那是鱼翅啊，煎的哇，这样行吗？大家可以夹着吃了是吧？加着点皮，然后来点鱼翅，一大勺。哇，上面好多的葱，然后下面的汤好像酸辣汤是吗？里边嫩，外边脆。啊，文武过桥，这个是文，这是武，一个面包桥。哎呦，要直接压啊！里面很软的，其实对。这是刚才那个桥是烤的面包，你看这超级好吃，外边酥里边嫩。咸的，这是咸味的。里边这个黄的是什么呀？这一颗蛋黄吧，好像蛋黄，有点像咱们这儿肉粽。说来台南得尝尝米糕，小心。没问题啊。老人家记忆大概6点半就。2点半你吃，我记好啊，哇，今天台南的天气太好了，下面还有人游泳，然后呢，雨也停了。你好，我要1碗牛肉汤。哇，这个牛肉汤这真的是牛肉在这现烫。小心哦。这样就可以了哈。对。好的。在台南的早餐当然少不了牛肉汤喽。行李放在这里 ，OK， 好了。OK， 今天的天气特别的好哎。昨天晚上还下大雨的台南，台南今天又有点热了哈。对呀。那我们今天应该有可能很幸运的可以看到樱花，希望在这个昨天下雨的过程中，樱花又长得更好了，是吧？然后樱花都湿湿漉漉的，这是我们参加台湾旅游团的第2天。是，那今天呢，我最期待的除了阿里山的樱花，就是这个福森号。上次我们去阿里山坐的是普通的那个林业火车，对吧？今天呢，就要坐大巴上山，上车喽。我们要出发了。对，我们刚一上车，就是很多台湾朋友就知道我们是从大陆来的，就特别口音太明显。对，口音特别明显。我一说话就说你是大陆的，然后呢，大家都会给我们讲，对这个哎呀，今天我们要坐的福森号是怎么样的，修了10年，介绍了半天，就从昨天到今天，就是我们2个人都一直在被大家照顾。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加入台湾的旅游团，感受还是挺好的，对，吃的也好，玩的也好，还有大家不光是导游介绍，连所有的人都能给我们介绍。对，吃饭的时候就给我们介绍这是什么吃的，这是什么特别的。对。刚才我们的团友给了我们蜜饯，对，凤梨干，是吧？第2天一早，我们搭乘明日号大巴前往阿里山。在换乘福森号之前，我们先去了一家叫田妈妈的半山餐厅享用午餐。在台湾，田妈妈不是指某一个人，而是由在地农家妇女共同经营的农家菜。它的精髓就在于食材基本都来自周边的田园和山林，主打低油、低盐、健康原味。高丽菜，来台湾一定要吃高丽菜。是，你看我们这顿养生餐都是小盘儿，有鸡有鱼，有虾，看着好像很清淡，实际上陆海空什么都有。酸笋鱼肚，我感觉这鱼肚像是煎过，因为它边有点焦焦的，是煎过的这个鱼肚，特别像三文鱼的口感。那酸笋是什么？咱们那边吃螺蛳粉。螺蛳粉啊，会放那个酸笋。山葵有笋，然后它是鸡汤。鸡汤，对，山葵是这个叶子吗？喝起来是有点微微有点辣味儿的那个鸡汤，它那个碗边上会有一点那个绿色的油，你看油，对，这是猪脚，这也是红茶猪脚，然后它这个是芋头，然后这个红茶也做了虾，猪蹄 Q 弹，你看，已经掉了，已经掉了，你看这骨头拿筷子一夹就掉了，掉了，还真的掉了。这虾是冰的，这看起来好像红茶的茶叶一样。它是茶叶，我吃的是茶叶。所有菜里面，鸡汤是最好喝的，红茶醉虾是最特别的。这里面的机器是就咱们做茶的机器是吗？
你采茶下来啊，我们第一关我先跟你讲一下。好。第一关要晒太阳嘛，就是萎凋。叫日光萎凋这一步。萎凋就是发酵的意思。发酵，OK。发酵，这是第一关。让茶叶晒太阳之后，我们到第二关，吹冷气。这个就是冷气在躺的架子。那这些上面都是茶叶吗？这边上面里面都会放茶叶，它有10几格。那一格大概可以放100斤至150斤。第3关就要炒茶，这是炒茶的炒锅，它温度每一次炒茶大概300度，都一次炒大概8分半到9分 ，OK， 就会炒熟了。下来之后呢，再用这一台叫揉捻机，这一台的功用呢是主要是染色。对，茶叶采下来，有些人采的那个嫩度跟熟度、成熟度不一样，所以采下来之后，我们用它。来揉捻之后会出汁，出汁之后会相互染色，茶叶最后看起来颜色叶子会比较平均。明白。揉捻机，明白。所以说你会控制茶叶的颜色是吗？对，要看几秒。你要观察它。对，要观察。这一台机器呢，就是让茶叶打成球状，茶叶采下来都是叶子。是。用这台揉捻机，它会揉成是长条状。那这台机器要塑形，就是让茶叶变成球状。然后呢，这个3到4次的过程。完毕之后，我们再用这一台，就是茶叶专门在用的烘干机。为了要之后要贩售了，要准备包装了，所以这台机器要让茶叶的水分再带走。师傅也是要看茶叶的那个干燥度，会从这里出来。这是一个门，这个是门，它就会这样，这样进来，这样绕，要让茶叶干燥，方便保存。茶叶晒太阳晒的久或短的时间，就是发酵的程度，就是所谓的熟茶、半生茶。对，比如说我要中发酵，我要重发酵，有点像咖啡啊。对，有点像咖啡。所以在第一关你就要决定好，我今天要做的茶是轻发酵、中发酵还是重发酵。那你会看就是温度和天气去采这个茶吗？对，采茶一定要好天气，一定要大阳光。阴天这种阴天不适合采茶，因为茶叶的发酵会不均匀。然后走水会很慢，走水就发酵，发酵的时间也会拖很长。再来，茶叶吃阳光，茶叶才会香。茶香就是要靠太阳去晒出来。最后呢，从那里出来，我们要在包装之前，如果觉得干燥程度不够，会再用这2台烤箱，再去让茶叶做最后一次的烘干。这一台就是茶叶的真空机，它最后真空就是我们茶叶都会用这种包装，它就是这么大，大概30斤，30台斤大概等于20至25公斤，成品然后我们就可以去装茶了，就可以卖茶。我们拿到的小包呢是另外再分装，因为我们用成这样大包装是好保存。乌龙茶的制作过程大概耗费的时间是2天1夜，我们喝到的茶都是很费工的，现在都是机器在做，但是最主要还是要靠人去操控机器。机器它没有想法，茶叶你要拿捏它的轻发酵、中发酵，你都是要靠人。谢谢这位帅哥，这是我们第一次谢谢。品尝这个是在前面品尝的这个茶，知道怎么做了，再一尝我就知道这茶，不容易，感觉好像更好喝了，真挺清香的。刚刚下大巴，然后马上要去十字路去坐福森号，好像带小学生一样。就我们很久没有春游了，福森号来了。好多蚊我们现在在十字路车站，后面有原住民的表演，唱这歌，这阿里山这个，这个是我们经常以前听过的，对，是吧？经常听到。野生爱玉，要加柠檬吗？加一点吧。可以。甜度正常吗？对，就正常那种。哦，好，谢谢。我们要用很甜哦，如果你不够酸不够甜再加。这要了加了。够再可以再加。可以再加。因为如果用汤匙吃，比较吃得出爱玉 Q 弹的口感。Q 弹，你插吸管都吃不出来。好的，是。看着原住民的表演，我们再尝尝爱玉。对，它不是手摇饮，它就是纯让你吃这个爱玉。上面有一层柠檬汁儿，特别酸。1、2、3，呼溜，拍3下，1、2、3。哇！现在在我
身后就是福森号啦。对，你看它全都是那种木质的，就跟家具似的。对，而且刚才开过来，我以为一个大衣柜过来了呢，对，都没感觉它是个火车。哇，我闻到一股很浓的快木味，快木的味道。你看我身边就是快木的这种格，上面是快木，是这2个位置啊，太好了！我拍你，你拍我。对啊，这个单人的是一个小方窗户，4个人的双人的是那种大窗户。这里面全是与火车相关的影集。你看我后面这个绿色，森系就是这样子，是吧？其实我已经在很多的这个视频里见过这个福森号了，但是当我亲自坐在这个福森号以后，我觉得那感觉完全跟看视频是不一样的，因为我能够摸到所有的这个木材真实的这种触感，这种厚重感。而且刚才导游说，当他修一半的时候，这火车本来要停工了，因为它木材用完了。因为现在台湾是不允许去采伐这个快木，后来是日本的制造方有快木，然后又卖给了台湾，也就是木头从台湾伐的，然后又卖回了台湾，才把这个火车完成。一会儿呢，在行进之中给大家拍一些这儿的风景。阿里山林业铁路始建于1906年，从市中心的嘉义站到海拔最高的柱山车站，全长70多公里。2009年莫拉克风灾对阿里山林铁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奋起湖往上地势最险、海拔最高的路段几乎全毁，这一修就是整整的15年。今天我们再次来到阿里山，坐着崭新的福森号，补全了上一次的遗憾。看着窗外这片断连了15年的原始森林，每一眼都弥足珍贵。这个体验太赞了。对啊，这个火车目前是我觉得坐过最好的火车，真的。就是它不光能看景色，还有一种体验感，摇摇晃晃的。对，大家感觉很巨，而且它里面做的很好材质。是。那我们福森号准备一个驾驶的纪念徽章，是一个木头做的小手章。谢谢。它叫做湖本。这个座椅的质感是这种皮的面，虽然没有那么宽，但是整个坐上去还是它材质还是很舒服的。扶手这里是木头的，看到这辆车上很多木头，有新新旧旧的，是因为这些木头都是不同的时候拿过来给它拼凑起来的，所以说这些木头它不是一批木头。进入到了温带林的海拔，这就是顺便要提醒左两旁有5车的好朋友，3、2、1秒之后，我们来通过海拔1800公尺标示牌。这个轨道是一会儿，我们的列车员需要在这儿切换轨道，然后我们的火车就会反向的再开到这个轨道上面，这就是之字形的轨道。现在这儿有一个列车员开过来了，这样呢。可能为什么我们的他在这看，等于火车全过去，所以列车员会跑过来，是吧？对，列车人会跑回来。他会先在那边帮我们切换，之后他会用无线电通知驾车的车长，跟他说：“我切换好了。”他再开往前，然后他再跟着上车。所以等一下你在这边，你给他留意会看到那个列车员的部分。好，他要帮我们手动切换。这条林业铁道，它上山的这个方式呢？哇！这是我们刚才过来的路啊。对，然后现在我们上来第一坑道。对。之字形爬坡之后，铁路的海拔不断攀升，成片的快木林变得越来越幽深静谧。窗外深邃的冷绿色与木造车厢温暖的原木色，一冷一暖，在巨大的观景窗前交汇，加上空气中萦绕的天然快木香，感觉像躲进了一个会移动的树洞，被整片森林包裹着向前驶去。我们穿过这条绿色的长廊，缓缓停靠在了豁然开朗的2万坪车站。我们到2万坪车站了。现在呢，在我身后呢就是2万坪车站，什么感觉？是不是有点凉？
还行，还可以，稍微待一会儿会有点凉。我感觉到那个山上那个水汽水汽好像一直在走，因为它有风嘛。对，我现在手表显示2000海拔，我觉得很凉快。是。我们要享用下午茶了，小雨，你有没有发现它的灯光是一会儿亮一会儿暗的？对。哇，现在你身后啊，密林，然后云雾啊，那边好多人，神木车站。拜拜。所有人都在拍我们的车。车上的小茶点。我们台湾人最熟悉不过的，来自阿里山脚下的烘焙工艺，黑糖葡萄软欧、紫米果子、费南雪糕。当年有一段话是这么形容阿里山站出发，通过草坪车站，这个车上发的这个小点心真的太好吃了，然后上面写的都是日本制的，真的特别好吃，一点都不甜不腻。认证的。那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对服装还有设计都是跟生态安全是没有关系。这里边紫米果子，这是紫米做的。有拿到灰色的吗？黏黏的。有拿到灰色的，有拿到灰色的。叫垂丝海棠，它也很漂亮，粉色，很相当漂亮。垂丝海棠，阿里山阁大饭店。这里呢，其实当时叫做阿里山大饭店的设计，然后呢又仿照这个这边这个圣道剑道哇，这个车站好有感觉。这个呢，这个在荧幕当中，有，还是看得到哦，只是没有那么明显哦。然后我们现在呢，身后就是柱山站，这个是台湾的海拔最高的火车站。对，2451米。我们到了。我记得上回我们就在这儿看的日出，是吧？对。可惜没有看到。对。但是好消息是，明天早上我们又有一次机会。对。能不能看到？很难说，因为我现在看到的云还是挺厚的。但是也说不好，有可能瞬息万变。祈祷一下妈祖，今天晚上。logo 是特斯拉的 logo。真的是特斯拉。柱山站也太好了吧？你看，这边还有电梯。对啊，修得很完善了。是，而且这是双层的，很好看，像艺术品。这边是玉山南峰，玉山西峰这是玉山主峰。玉山山脉在云海里，前2天还在下大雨啊，然后今天就什么都看到了。希望明天的日出也很漂亮。地质。我们这个台湾里面的1000元钞票里面对，那只鸟就是它本尊。1000元的钱币上的那个。轻快的乐声。这个乐器是瑞典的传统乐器哈，名字就像我刚刚念的叫 Nyckelharpa。这个乐器最早呢是在675年前在瑞典的教堂的石壁上面发现的。那所以说至今已经有675年历史，它也登录在瑞典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部分。欢迎上车。回来啦，这就像管家式服务一样。我们在上面看完了云海，然后在这边呢回来，我们的福森号就还在这里等着我们。车子上升的海拔高度可以回去做纪念。好，谢谢。木头的，然后里边是精油。福森号上面的香味给带回家了。告别了福森号，我们来到了今晚入住的阿里山宾馆。这不仅是全台湾海拔最高的星级饭店，更是阿里山上最具传奇色彩的建筑。你看那个墙上还有木头呢。真的。当做历史馆，他们在好。有历史馆。他们有以前我们民国5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比较早期用的一些展示，那包括他有接待就是这里的一些各国元首。我天哪，这也太夸张了吧！这是我们在阿里山住的地方。6楼，总统套房。总统套房？不会吧？1601。就是哇，真是这房，这不是套房吧？这应该不是套房。这边你看洗手间，很大。对，但是你看，我可以穿过来。对，看，哇，这是森林浴缸啊！
哇！天哪，夸张！然后你转过来，我在这2个大床，哎，是胀起来了吗？对，胀起来了，太逗了，就特别可爱，就感觉在桌子上。这还一暖炉给开着。哦，这真的有风，真的有风啊，有暖风。看看这个角度，走。要跑几步的？苹果汁、可口可乐、黑松、保加利气泡水、台湾啤酒。天哪，这是真的吗？好凉啊！恕我没有见过世面。这边是步道。哇，全都是树木的味道，只需要坐在这里，或者你可以一边泡澡一边看着景色。阿里山宾馆，这个酒店旁边有一个它的博物馆。你看这块儿，你就能感觉到一种很复古的感觉、啊，对，是吧？你看，就从这儿一进，好像电影里面的感觉。对，就像它这墙都是木头的啊，就跟刚才那火关键车一样。你看那个门的颜色，哇，天哪！这个酒店分历史馆和现代馆，然后我们刚才住的现代馆，元首贵宾房。过去的东西总有一种那种绅士感。咱们在美国的那些老车站，对，买车票那地儿也是这感觉，是吧？嗯，就是木头，你看全是木头。对，它这个表还在使用吗？伦敦、纽约，快木浴桶。哦，这是个浴缸，它真的是有漏水的这个地方的。这个房间叫鹰。你看这是这个酒店建立了，它用的什么木质的结构？最早以前的车票，这还有那个就是车站的单子，补价票，对，是一张纸，还有全票，这边还有行李票。这一个酒店都能把它经历的所有的东西都保留得特别好，做了一个博物馆，小型的博物馆，就在它的酒店内。绵月线，也就是现在早都损毁了，现在这是徒步的道，够古老吗？就是以前的夜总会那感觉。对。今天晚饭团队给安排的是酒店里的自助餐，餐非常好，里面有中式的、西式的，你想吃什么都有。然后包括哪怕有一些什么虾饺啊，那种流沙包港式的都有，冰激凌也很好吃。然后从有热的面，有凉的凉拌呀，还有什么火腿呀，还有炒菜啊，什么都有。这是我们台南的名产。名产什么东西？蛋仔面。蛋仔面。哦。虾米。哦。好，谢谢。再加这个卤汁。哦，在这里面加卤汁啊？哎，对，里面的话哈，上面是比较油脂比较多啊，下面是比较瘦。哦，好啊。不喜欢的话，让牛肉。哦，那我先加一个卤汁看看。台南人就这样子。就这样吃，里面是放那个卤肉的，有点像面板卤肉饭一样。我放一点这辣椒也好吃。美中不足，没有拖鞋啊。对，没有拖鞋，因为我们前2天晚上住的都有拖鞋，我们俩自己也没拿拖鞋，所以今天就没办法了，就将就了。晚上吃完饭之后，叔叔阿姨给我们拿了好多的茶叶。阿姨说那个酒店的茶叶，就是阿里山很好的这个乌龙茶，就是可以拿出来喝，可以冷泡茶的，还给我们拿了一些糖，台湾的糖，然后它有茶做的疯狂投喂茶糖。今天我们在火车上的时候也给我们送了一些茶叶，然后果干什么给我们吃，感觉我们俩就像那个跟着家长出来玩的小孩一样。对，就他们特别的好。阿里山时间4点59，真的很意外哦，竟然阿里山显示雾霾，漆黑一片的楼道，看来是没人起床啊。不会只有我们吧？这是我们第2次在阿里山看日出，但是今天的几率感觉很小，很渺茫，可以说是。很小，因为昨天其实就是云挺多的，有人呢，有人。令我没有想到，我还以为只有咱俩呢。对啊，没想到这么多人。这回我们跟着这个雄狮的这团吧，就比我们俩上回要舒服多了。上回我记得咱俩是4点多，然后坐火车嘛，然后2个人从酒店，然后先走到车站，就到柱山嘛，对，然后咱还得往上走，这回呢说是要给我们带到一个
停机坪，说比那个位置还好还高。现在各位留意哦，等一下我们会请司机帮你们开到停机坪，那边会是比较更高的比较地方，因为昨天大家都有去过小笠原哦。那等一下去的时候呢，大家留意，因为预计表定是6点10分哦，我们会有日出的部分。那各位看完之后呢，你们就留意6点半会有第一批车子回来。我们现在在小巴里等着这个大雨，已经下起大雨了。哈利路亚，哗哗，天主赐福你，哈利路亚，天主妈祖都保佑。绝望，绝望了是吧？肯定看不到我，肯定看不到。哇！哇，这雨太大了吧！今天日出没戏了，看来什么日出？这雨简直太大了。对啊，这雨也太大，哇！我天哪！已经来了。看这效果啊！这雨太大了啊！如果这边雨大的话，这个屋檐呢上面就会有猴子在走。哦，是吗？天哪！猴子会来避雨。哦，那也看着雨大的，上面20-30只呢。那猴子和人一起避雨，太逗了吧！哇，这个雨风一吹，那个雨雾超大。是，哎，你看前面一直有烟。啊，哎，你看这个树上的樱花啊，都淋着雨。我拍一下。哇，我们的面前应该就是日出的方向，但是我们有没有奇迹会出现呢？我感觉这个雾都成云团了，还是挺凉的。雨就是这样吗？时有时无啊。时有时无。哎呀，看看有什么好吃的。我今天早上特意把我的钱包扔在了房间里。没事，应该都可以刷卡吧？你看那不有 Line 吗？Line Pay 吗？咱们不能 Line Pay 呀。对对对。哇，刮风啊！真冷啊！阿里山咖啡，现在唯一想喝的就是阿里山咖啡。冷吧？我拍拍你。冷，风一吹好冷。是美国那一对哈。啊，对，你好。粉丝哦。哎呦，你好，谢谢。真是太巧了，我们今天在这儿见到了。又来，常常来的。对呀。这是我第2次来这儿看日出，但是今天估计看不到了。我是咖啡师啦。哎呦，谢谢您。他做的。谢谢。咖啡农。咖啡农。好，这是咱们这当地产的咖啡是吧？自己种的阿里山的咖啡。咖啡农。好，谢谢您。哇，不会。手冲咖啡。对，甜的。金版。直接吃。皮就不要吃。皮就不用吃，什么味儿啊？煎2颗就是咖啡豆。它是有点清香的那种。但外边是可以吃然后你把咖啡豆掉了。我把咖啡豆掉了。我把最值钱的东西丢掉了。是。你看它里边肉不多，外面皮还是挺厚的，像水果一样。对，吃起来有点清香，有一股就是水果有一股那个果汁儿。台湾的阿里山上面早晨的氛围，就已经开始全是锅气了。对呀，不一样。就这个焖煮的时候，我赶快按，他会告诉我。那边有一个计时器。对。然后他会告诉我，时间到了。是。好，谢谢。小雨，我们的咖啡来了，你来。它的味道是有一点酸的。酸。这是绿原酸，绿原酸对身体可以去掉自由基。哎呦，还有这样的功效。哇！天哪，这雨。OK 了。咱们的车在哪儿？一会儿，我这浑身都湿透了。是，没想到在阿里山的这2次都很特别啊，因为这回是最特别的。对，竟然有这么大雨，而且还刮风。我没想到山上的雨就跟用盆泼的似的。对，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找到我们的领队，我们要回到酒店，我们要温暖，我浑身都湿透了，快！我天哪！找不到你了。明日号哈我看，天哪！明日号是一艘安全的堡垒啊，感觉。是。一说明日号，我感觉是一艘船。咱俩一会儿得换裤子了。都湿的。全湿的。啊，天哪！
就是打伞已经没有用了，打伞无效，而且然后那个你就感觉那个雨才照你的裤子。刚才那大哥说了，说阿里山按说现在应该是细雨绵绵，对吧？不应该是暴雨，这都属于大暴雨，特大暴雨了，倾盆大雨啊！你看你后边的森林，哦天哪！据说在阿里山遇见完美日出的几率是1%，像我们这样赶上大雨，又站在雨里品尝阿里山手冲咖啡的机会，一定算是限定版体验了吧？阿里山，我们下次再见了。好，谢谢您啊，谢谢。好，谢谢。哇！酒店回来之后喝一杯姜茶，好浓的姜味。太棒了，还给准备了姜茶。整个人都湿透了。全是雾啊！哇，赞呢，还在下雨。我们昨天能看到山的地方已经没有山了。分多精啊！看樱嘛。对，但是你看都没有了。对，可能樱花都被掉了雨水打掉了。我跟你说了吧，不是说你来了它就开。现在已经8点半了，我们俩就趁这个时间，就是他们在等人等行李的时候，然后我们俩出来自己走一走，感受一下这个阿里山的环境和空气就可以了。我不知道你们来这种地方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来到那种有很大很高的树林里的时候，会有一种居无恐惧的感觉。关键这个声音全是那个嘟的声儿，对，是鸟啊还是虫的？对，而且阿里山里面有猴子，但是我现在还没有见过猴子。一会儿你就见着啊！见着了吗？你是类人猿吧？那咱们去下一站了。对，下一站。拜拜。现在来到这里是要学习如何烤咖啡、做咖啡，这也是这趟行程的一个就是挺有意思的一个环节。我们现在要自己去手磨咖啡了，都不是手磨，生的咖啡豆，你看。对，从生的一直做到熟的，然后最后可以喝。对，一点味道都没有，就是那个果实的样子。对，然后我们用的是阿里山最原始的手法，你看大家都在就跟有锤似的啊，说加油，来小雨来吧，我来喽。行，我看看里面的豆有没有改变。把皮打掉。对，打下来了。对，但是我好像还需要再来一会儿。你看里面像是那个碎的那种屑，像木屑一样。今年的豆子，金豆子啊。天哪！行了吧哈？啊。然后就在这烤，哎，正好咱们有炭，就这样就可以了哈。这个这个是有耐心的哦。要有耐心啊！你看做点咖啡多不容易啊。对。所以你看，为什么手工的东西比较贵嘛？对，这手工的，你说我卖这一袋得多少钱？对啊，你费了很大的功夫。这是第一次啊，老喝，天天喝咖啡。对，第一次自己炒豆。第一次自己炒啊。很传统、很老的一个器具了。说是日本的这个工具都是啊。有啊，这个。加油！好香啊！一边磨一边闻那股香味儿。磨完之后，其实还是这么大力的。好 ，OK。好。找到那个栏目。不是特别酸，闻着还有点酸味儿，但是喝起来还挺好。我觉得是有点酸。做咖啡成功，他说这个咖啡豆刚做完之后要放1个星期之后再喝，对，还好。今天喝是主要让我们
哎，留个念想，就是在这儿哎喝了一杯自己做的咖啡。对，我们就可以把剩下的这个豆子拿回家了。我们刚刚体验完做咖啡，真是太好玩了。就是他们的，就是阿里山的原住民都特别的热情，是吧？对，然后呢，他们就是在这块有这么一个体验，然后可以让你去试做一下咖啡。我没想到，就是说旅游团我也能真正的走到这个原住民的这个生活，这是咱们第一次啊，对，第一次。刚才那阿姨说她70多了，我就简直我都真不敢相信她70多了。就感觉台湾人好像就是感觉老得特别慢。真的吗？就是感觉他看不太出来，是，反正看不出来。我觉得可能跟这个户外生活很多有关系。也没准，反正我觉得他们挺开心的，对啊，挺单纯的，对比我要开心很多，是吧？因为你这老被工作压力嘛，是吧？我们吃完这餐呢，就要回到嘉义站，然后继续回到我们的明日号，然后就回到我们的起点。这是我们今天的午餐，然后1人1份。结束了阿里山的行程，我们乘坐大巴前往嘉义站。明日号会在那里接上我们回到这次旅程的起点。不过在离开之前，我们要先去吃一碗火鸡肉饭。我们又一次来到嘉义了，40分钟时间我们集合，能不能吃一顿火鸡肉饭，让我圆个梦？可以。那个红灯上面竟然是个熊，是吗？听到一个正宗的靠北啊，靠北哦。哎，你看它变成绿熊了，还真是啊。绿色小熊，绿色小熊，这不是有一个车头永香珍火鸡肉饭？要一个小的火鸡肉饭，然后再要一个猪肝汤。哦，半熟蛋。嘉义火鸡肉饭、猪肝汤，我们终于吃到了。对，因为我们马上要回到我们的火车上，所以说时间只有半个小时。哇，怎么了？爆烫，特别鲜。啊，这猪肝汤还挺好喝的。哎，其实我就特爱吃肝儿。对，我也特别爱吃这肝儿，就下面好多肝，但是汤喝起来一点也不腥。它里面还放了姜跟那个葱，而这个汤味道是很浓郁的，有咸味儿。但是猪肝我吃起来就是比较淡，汤好喝，哇，油香油香的。其实我感觉它跟那种什么卤肉饭啊、什么油拌饭啊，都有点像。对，但是卤肉饭是属于是酱油的颜色，其实卤肉饭有点重口。我觉得嘉义的这个火鸡肉饭它比较是清淡的，是要那种肉的原始的味道，里边有好多油啊。再来一口这汤，这猪肝汤真好喝啊！拜拜，下回见啊！那我们出发。出发。来过好几次嘉义了，这回第一次是跟团这样走进这个闸口。谢谢。我们画了一个圈儿，又回来了。好，谢谢。给纸巾，那也擦手，然后一会儿要吃东西了。对，马上要开始喂了。对，开始投喂。太爽了哈！在明日号上就不会觉得时间太长。是，就希望再长点。对。还是很快。以上介绍，谢谢您的聆听，希望您会喜欢。好，谢谢。黑木耳露，里面有仙草。火车上给我们的2个零食真的很赞，推荐给大家。这是丹尼船长的米花，说不是爆米花，是用米爆的米花。这个是烤玉米。烤玉米。这个玉米是云岭的。对，说这些都是在地的农场做的，它脆脆的，脆脆的。然后你吃起来就是一嚼，像那种花生一样那种香味。然后米花呢，就是有一种像加了焦糖一样，那种有点糊糊的那种味道，挺香的。这是今天晚上的餐盒，这是我第一次吃这种铁路便当，是这么好的餐盒。然后这一个盒饭呢，是我目前吃过的，我觉得最好吃的盒饭吧。台湾的便当里面餐食都比较新鲜，而且是温热的，不像日本那样比较冰冷的。而吃完饭之后，你还可以把它这个餐盒带回家，然后包括刚才我们使用的这个不锈钢的餐具也都可以带回家，就算是比较环保吧。OK， 那我们晚饭就解决了。
我们吃完晚饭之后呢，然后就开始提供各种的酒，然后有红酒、白酒和气泡酒，就是白葡萄酒。然后呢，它都在餐车这块都倒好了，然后你过来取就可以了。在我们要离开这个明日号之前呢，大家就可以喝一点酒，然后微醺一下，然后大家就下车了。对，这是我们最后的行程，倒计时了。大家都很放松，都在这喝酒。是，回程其实就是休息。我们即将开始我们的台北之旅。觉得忽然间有这么多人出现，有点吓一跳。其实我们的活动团队跟工作人员有这么多跟着大家，那我们明日号的传统会在最后一趟的尾声的时候，感谢大家这一趟的参与，与大家相约下一个明日。谢谢大家，谢谢。因为在所有的铁道旅游来讲，台湾是真的在这近2年才开始来推动的。那我们也希望说有机会我们可以做到像日本这样子，把很多台湾的路线以及偏乡的部分呢都有铁道旅游，那是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呈现。所以呢，也希望贵宾大家们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把你们真诚的体验的感觉呢写在这个上面，让我们有机会再度的进步。谢谢大家。耶，这边的朋友，这边的朋友，太棒了，太棒了！对对，因为这回喝不了酒，所以说我先看看大家的量啊。对，他这个回去对有画面有证据。对，他回去有证据，各个击破。对，各个击破。对啊，谢谢谢谢，没问题没问题，美肌啊！感谢大家关注、点赞、订阅，什么开启小铃铛，对，最重要的，对，倍儿棒，耶，倍儿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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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这次非常可以说，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是一次意外的台湾之旅。对，是一个非常开心的旅游团。对，因为我说实话，我们2个人对旅游团其实没有抱任何的幻想。对，因为我们2个人已经很多年没有参加过旅游团了。是，然后这一回来台湾，我觉得非常棒，这个团的体验非常棒。对，我们甚至来说到最后我都依依不舍，这是真是我很多年没有过这种感觉了。对，然后大家都是就是很开心的跟人家说再见，下回再见。对，特别温暖。对，然后大家还建群，以后还联系，来台湾还能给我们资讯。对，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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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对。对比我们刚来的时候，感觉特别紧张，还是有很刚开始，因为我们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会遇到什么事情，或者遇到什么人。但是其实台湾人的这种人情味儿啊，在旅游团也能体现出来。对，确实不一样。是，对，尤其是像我们这么慢热的人。是。对，我们下回还会再来的。感谢大家，也感谢台湾，然后大白小雨还会再回来。咱们说太早了，明天还台北呢。对呀。啊，那走了，我们下回再见。好了，拜拜。也称为泰国的樱花。哦，你看啊，对。所以说它也属于樱花了。对，也是属于樱花。我想送你们一瓶这个啊，这个是那个快木精油。哦，快木精油。前天我在这边用，我送我大陆朋友。哇，那谢谢您啊，谢谢您。太好了，收获礼物。就是他跟我介绍说，哎，我们很幸有一个这个大陆的网红。说哇，台湾人疯了吗？然后他说全部眼镜手机都是免费的，真的？我对，那这个可以多少吗？我说你能吃多少拿多少，不要浪费，不要浪费，不要浪费。这个叫做进香团，进香团也不止于说是。白沙屯的，你每一个宫庙只要去进香的话，像那边的宫庙会接待你。我们在庙里吃过一次，我也以为要收费呢，结果到这拿回拿，就直接拿就吃。对。的话，他们比如说像最知名就是少林寺或是一些道观，他们那个会跟你说你要收付费，然后去那个地方，然后会给类似像饭票这样东西，然后就可以换一卷，就是这个是要钱的。我们的就是跟着妈祖行李怎么办呢？就这就是你看，我们有人从台湾回美国，我们2个大行李箱，那我们怎么跟呢？因为大家都可以小包非常轻松的过来。第一种方式是，如果你们有下榻的就是酒店的话，你就放酒店任，酒店任很乐意。如果他知道你们是要走妈祖，他会很乐意给你们寄放。我先寄放在这里，对，然后带上最简单的东西。对。跟完了以后。
然后我们再回来啊，走一段，对，你不用全程了，你对，感受一下，就一天啊，可以，反正你能再回去。你觉得你对啊，你到这边，那你再回去你的饭店。太好了，那就放在饭店。通常台湾人如果知道你是来参加这个妈祖的活动，都会很乐意协助你。太好了，我们台湾妈祖真的是。有时候你要参加妈祖，有时候在车站都说，啊，我带你去，我直接载你去。是。尤其南部最容易感受到这种热情。是。他就说我载你去，你就会在车站遇到那种。你就会有点害怕，有点像人贩子把你载走了，然后你就会很害怕，你那个心就会提心吊胆的。就像我之前带一些美国就是华侨朋友们走，他们觉得很好玩，他们后来就会自己就会在玩。然后只要我跟他们讲日期，他们自己就会去看，他们决定想要参加几天。如果你们刚好在那个时间内可以的话，你们下次跟我说，我帮你们报名，你们到时候有那个臂章啊，然后他们看到你是参加，确定你是参加妈祖的，他们就会对你更热心了。对，他就好像个通行证一样，他就确定你是参加这个活动的啊什么。我背一个那个旗子。哎，不用，大甲的是旗子，大甲是旗子，进阶的，白沙屯是臂章，进阶的不行，白沙屯的是臂章，走错了就不得了了就可以了。臂章你就很像那个，你就很像是个居委了，你畅行小区的就畅行无阻了。